太子殿下，季美人，有殿下在凤卿身边，凤卿总是能睡得这么香。季美人，为何宫中人都要伤害凤卿？因为凤卿的娘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也是你母后口中所说的妖孽。我喜欢凤卿，凤卿她不是妖，她年纪虽小，但她聪明过人，总能想出许多古怪而又好玩的想法。太子殿下练剑，是为了保护凤卿。还有保家卫国。很好。但我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薛大将军说我不是练武的好材料，所以我以后一定更加努力。哎，哦，我的伤口没了，宫中的太医都不及季美人啊。这滴血会令太子殿下强大，让太子殿下一生都好好保护凤卿和殿下的国土。定是会的。季美人，这颗宝石能送我吗？这颗石头天生具有灵性，将来它会去寻找属于它的主人。他日殿下贵为天子，愿殿下切记，万万不可将身上的血给予他人。人的善恶，只在一念之差。风鸣定会谨记季美人教诲。人的善恶，只在一念之差。你来做什么？今日是殿下生母的忌日，我想殿下可能会需要一点温暖。殿下，我好喜欢。包婕妤，本王不需要什么温暖，本王是不可能喜欢你的。还有，请你自重一点，你是皇上的女人。殿下，我还不是皇上的女人，我跟殿下才是有缘人。要是殿下愿意，皇上定会把我赐给你的。真的喜欢本王？我喜欢殿下已经很久了。所以，本王叫你做什么，你都愿意了？姐姐，你当真去过瑶阁？那是太后最憎的季美人的住处，以后姐姐还是小心点儿。你以为我规行矩步，太后就会满意我吗？我在上元宫发现了她的秘密，倘若可以的话，她恨不得把我灭口。姐姐，瑞王都不再生你的气了，你还在想那水晶棺的事啊？季美人是瑞王的生母，也是我小时候的救命恩人。这件事情，如何能说放下就放下？只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就算是太后生疑想把她搬走，也不可能兴师动众。应该还在宫里，且在一个比上元宫还要隐秘的地方。夏兰，你有听到呼救声吗？好似真的有哎。走，去看看。好。救救我！求求你们救救我！太吓人了！救命！
见皇后娘娘。参见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，这上面挂的是何人？回娘娘，现下还不知晓。那为何还不赶紧去救人？小子们不知上面吊的是人还是鬼呢？胡说八道！若是鬼怪，又怎会呼救？无双过去看看。救命！上面所谓何人？是我是宝洁鱼，赶紧放我下来！宝洁鱼，还不赶紧去把宝洁鱼救下来！夜深人静，春夜寒冷，你为何会赤身裸体的被人吊在这里？嫔妾不知，嫔妾在宫中已就寝，睡到半夜，突然觉得一阵冰凉，醒来就发现被吊在上面了。是不是有鬼啊？都说有鬼，可谁又亲眼看见过？再说皇宫乃至阳之地，鬼怪岂能进得来？皇后娘娘明察，臣妾真的是一醒来就被吊在上面了。曾经听闻人会梦游，会不会是这样？这不就是疯了吗？聂无双，你不要诋毁我！谁梦游了？你才梦游了呢！够了！大半夜的，一个个不睡觉，还在这胡说宫中闹鬼，这是在跟本宫作对吗？都先回去吧。皇上还在宫外巡视新君，此事本宫定会彻查。诺。启禀皇上，给兰国的和亲及求援国书将在3日之内抵达兰国。但是有一点臣不明白。你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，讲。这国书为何是给王太后而非兰王呢？兰国新君资历尚浅，王太后手里掌握着军权，萧凤鸣的半壁江山实质还在王太后手中。国书寄给他，以表敬畏之心。只有这母后答应了，萧凤鸣这乖宝宝才可以得到大义园离的盛名。国书明日就会到兰，公主和兰国和亲一事，势在必行。公主远嫁兰国，是你随她入宫的好机会。将军放心，我早已向皇上请旨。好好盯着萧凤清，圣女隐藏多年，只要她这个儿子出事，她马上就会现身，神鸟定会因此而出现。焦头明白，在兰宫的棋子早已布下，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娘娘，你起来了，快来梳洗吧。聂昭仪来看你了。娘娘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眼睛不舒服呀？自东林寺回宫后，哀家就一直没召你到上元宫。你以为就逃过此劫了？哀家吩咐你的事情未办妥，反而让聂无双立了大功。你觉着哀家该如何罚你？
起来吧。就你这胆识，如何成大事？你该学学你的妹妹云飞，她可比你果断多了。把茶喝了再说。杜太医，玉嫔娘娘视物为何会骤然模糊？杜太医，娘娘的眼睛是否会渐渐变盲？玉嫔娘娘，最近去过什么地方？接触过什么？喝过什么东西吗？自从东林寺回宫后，除了前几日太后召娘娘去了上元宫外，娘娘都没有离开过紫微宫。这是什么药，杜太医？启禀太后，这药是从异域进贡而来，极其歹毒的慢性毒药。服下这药之后，能令人变哑，然后慢慢失明，接着会丧失六感，最后因全身肌肉萎缩而亡，生不如死。如此歹毒的药，可不能留在你们太医署，否则宫中永无宁日了。太后，何不将这药交给微臣处置？药？什么药？哀家从未见过，杜太医也未有，明白吗？杜太医，娘娘这病有办法医治吗？实在是抱歉，玉嫔娘娘这个怪病，微臣束手无策。杜太医，杜太医，不好了！瑞王的乳娘突然失声讲不了话，请你快到太医署去一趟吧。杜兄，你快告诉我嬷嬷中了什么毒？嬷嬷中的这个毒是从异域传过来的，毒性非常的强，初次服用会让人变哑，在家服的话会令人双目失明，更严重者全身萎缩而死。不过幸好，我爹以往研究过这种解药。若儿，不要信口开河，什么中毒解药，宫中怎会有这些东西呢？爹，玉嫔娘娘，是太后给你下毒了吗？她为何下毒？是否因你知晓了什么？玉嫔娘娘，你不用怕，你告诉我，你中的毒是不是跟凌嬷嬷一样？太后为何要加害于你？你就直说，我可以让皇上帮你。我不能让瑞王知晓，我是看见了季美人在上元宫密室里面，才被太后毒哑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太后把那水晶棺中的女人藏了起来。玉嫔，你真的渴望再见到我吗？因为我能让你开口说话，让你再度弑君，让你重新找回人生的尊严。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。
太后她要灭我，那是因为王太后不及我有信誉。我为何要相信你？你不相信我，又何必期待我再出现？对了，萧凤清最近有什么动静？太后给瑞王的乳娘林嬷嬷喝了跟我一样的毒药，林嬷嬷哑了。那萧凤清可知，你也是遭了太后的毒手吗？我不敢说，也不敢写出来。不过我搞不明白，为何瑞王牵着我的手，就能知道我的心里话。他的能力开始变化了，懂读心语了。你不需要知晓这些，你只要记住，王太后她给了你死路，而我是那个唯一可以让你有生路的人。我消失了，你的声音也跟着消失。来，喝下它，你的眼睛就不会有事了。明白。那我要如何才能找到你？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出现在蓝宫之中。不过你的声音我要先拿走了。五弟啊，这个妙明湖果然是出色的将才。如今新军训练有素，而且气势如虹。短短2、3个月之内，他竟可以让新军焕然一新。朕定要好好封赏妙明湖，假以时日，咱们就多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，征讨九辽，救援离国，就当做是咱们新军的磨刀石嘛。朕相信，不出3年，咱们蓝国即可拥有一支百战百胜的雄狮。先王的遗愿，很快就能实现了。凤清，哎，凤清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恭喜皇上，得了一位不世之将才。是不是这几日在宫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凤清，啊？三哥，我有件事想要问你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。这么正经的问，说吧，你三哥何时骗过你呢？我娘在哪儿？凤清，我虽知晓你娘在哪儿，但如今还不是告知你的时候。五弟，上一次你搜上元宫之时，不是找不着吗？你不要再听信谣言，这事就不要再问了，徒增伤感啊！我随便问问的，就算全天下的人都骗我，三哥是不会骗我的。启禀皇上，太后有旨，请皇上立刻前往上元宫。有何急事要找朕吗？离国求援的国书刚刚到。离国的国书，为何会直接给太后？看你的样子，是不是在李公公那边听到了什么？说，皇上息怒，
听说这并非只是单纯的求援国书，而是想与大兰和亲。这是离国离王今早给哀家的亲笔国书，薛卿家看看。原来是离王想把自己的皇妹高嫣嫁给皇上，以求援兵。薛卿家如何看这事？回太后娘娘，臣以为这离王发此密函，是因为我大兰迟迟未发兵救援，所以他有些着急了，想借和亲以示诚意，并敦促我大兰尽快发兵驰援。能够说动皇上的，如今也只有太后你了。最主要是离国知晓我大兰的军权还在哀家手里。若是离国公主到了大兰，这颗棋子用得好，是对哀家有利的。若是我大兰发兵救援，谁是主帅，决定我兰国军心所依。薛卿家，有话不妨直说。是我薛家领兵，还是他妙明湖挂帅？是告知天下，这兰军是太后所掌，还是皇上所握？哀家自有分寸。回禀太后，皇上巡视新军回朝，沐浴更衣后已至上元宫。退下。诺。哀家给离国的亲笔国书如何了？已在送往离国的路上。母后已经给离国回函了。皇上不在朝中，离兰两国的书函当由哀家处理。两国联婚，绝非小事。母后为何要如此仓促的决定，而不跟儿臣一同商讨？皇上是不满意哀家做出的安排吗？自从皇上有了妙明湖统领新军后，跟哀家讲话都不留余地了。儿臣不敢。哀家也是为了你好，离国离王给哀家发来书函，就是恐直接向皇上提亲被皇上拒绝。若哀家也为难于他，只恐两国的邦交雪上加霜。皇上是哀家的骨血，大兰百姓何尝不是哀家的子民？南北分裂久矣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唯恐战祸。离国公主的和亲，会给离国兰国的百姓带来一时太平，于黎民百姓百利而无一害。在这宫中，上至皇后，下至嫔妃才女，不一直都是母后你一手安排的？当然，也有违背哀家意愿的。前段时间被皇上册封的那个聂昭仪，皇上都能宠幸一个一国歌姬，却容不下一个能制衡邦交的离国公主。这传出去，让子民们寒心呐。不是容不下，是离王和亲目的并不单纯，朕是不想引狼入室。若皇上担心她是离王的棋子，那为何不把她变成反将一局的棋子？天下的女子都会被情所动，只要皇上好好待她，就是再强的人，也会义无反顾、至死不移地守在皇上身边。皇上跟离国高嫣公主的和亲，是福是祸，全掌控在皇上手里，不是吗？母子不同心，有辱的是国体。哀家也是被逼无奈，才替皇上做的决定。
儿臣可以答应迎娶高颜，但望母后能够答应儿臣2件事。居然学会跟哀家谈判了，说来听听。第一，此次元礼要立妙明湖为主帅。皇上是想让哀家告知开国老臣，哀家相信皇上的新兵胜于他们。此次北伐必有风险，无人及妙明湖如此熟悉故乡。朕这么安排是不想折兵减将，让出兵事半功倍。那第二，望元离回大兰以后，母后能够安葬继位人，让凤卿能够解开他对此事的心结。这不等同于告知天下，先帝并未忘却那妖孽，并一直把那妖孽深藏在宫中，让哀家替他手腕。皇上，你想让你的母后颜面何存？母后请放心，儿臣定会找出一个最好的办法，来维护母后在天下间的威名。若哀家不同意呢？凤卿，你听着，我答应过季美人，要永远守护你。三哥是太子，长大后把你娘和宝石都找回来。真的？嗯。还有，你不要把自己当孤儿，三哥永远都是你的亲人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听德顺说，瑞王心情不太好。本王的事你不需要管。是见了皇上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不希望我的事连累到你。什么连累？我只晓得你对我有恩，你救了我哥，可以让他在兰国重新开始，你也救了我。是。你就在我三哥身边重新开始。皇上，皇上喝茶。皇上还在为离国和亲之事烦心。梓潼，你说母后为何总不与朕商量，就替朕做决定呢？皇上言之如此，臣妾也诚惶诚恐。说起来，臣妾入宫又何尝不是太后的意思？梓潼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。你我10岁便识，就算没母后这层关系，这个皇后你也是当之无愧的。如何？你作为皇后，对和亲之事有何看法？臣妾愚见，太后如此坚持，和亲之事已无回旋余地。但此事暂且看来，对兰国利大于弊。离国公主入了后宫，也越不过臣妾这个皇后，臣妾会盯住她，不让离国有机可乘。给离国公主一个有分量的封号，让她风光入兰。再尊贵的身份，若是徒有虚名，谅离国也无计可施。梓潼周到，朕就封她为德妃，位列3妃。这样，
也可以保留离国的颜面。皇上圣明。皇上，还有一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皇后，请说。聂昭仪身份特殊，臣妾只恐皇上宠幸她之后，她会否恃宠而骄？万一……这个是皇后你的担心，还是后宫众嫔妃的担心？臣妾无能，不能为皇上分忧。关于聂昭仪一事，朕自有定夺。倘若他真危及大兰，朕定会亲自解决。新君成败，对皇上皇权举足轻重。臣妾明白，聂昭仪是牵制妙明湖的棋子。朕要牵制的，又何止是妙明湖一人？来看看这个方子。哎，陈太医，你看这个药方行吗？这个方子，若儿。哎，我觉得爹，你回来了。哦，皇上命太医署研制林嬷嬷还有玉嫔娘娘的解药呢。皇上来过了，是聂昭仪带来皇上的口谕，你再好好看看。你过来一下。哎，那二位先忙。好。爹，怎么了？若儿，你刚进宫，还不知晓这宫中关系的微妙。玉嫔和凌嬷嬷既然被毒哑，自然是有人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。皇上虽默许聂昭仪研制解药，然背后定有人会迁怒太医署的。这解药研制的结果，那只能是失败。爹，你是不是晓得些什么呀？不要再多问了。玉嫔向来失势，凌嬷嬷不过是瑞王的乳娘罢了，我们没有必要卷进去。他们两个都是太后的禁忌，这件事只能让她慢慢淡化。时间一长，聂昭仪自然心中有数，啊。可是林嬷嬷，她不是瑞王的乳娘吗？瑞王是太后的眼中钉，你为何总在意他呢？啊？那个太医署刚进了一些药材，我先去看看。姐姐，你醒了。这个李公公为何还不来啊？奴婢一直等李公公请姐姐明日前往上元宫参加佛事，到此刻还未有消息。是做何佛事？就是王太后替云乐公主的胞兄每年都做的佛事啊，整个后宫都会去的。东林寺的师傅们都已经进宫了。是吗？夏兰，这宫里面有叫金阁的地方吗？好似在上元宫旁，先帝放经书的地方。
这后宫也太大了，该往何处走？听师傅说，皇宫里有很多珍藏的经书，有些抄本，甚至连东林寺都没有。保不齐就在这儿。哇！聂昭仪，清源小和尚，你没去佛堂做法事吗？或许是太后并不想让我去吧。小师父为何会在这儿？远是我们的距离咫尺间，却又遥不可及。是否遥远的美丽，才是守护你最好的距离？总是永远迎接着月的背影，太阳的爱从未远离，日月总不能在一起，但愿请别叹息，温柔日光是